奔驰在憋大招，全新 AMG GT Black Series 的溜背圈速将快得离谱。自从奔驰公布全新一代 GT Black Series 以来，它被拍到在溜背赛道进行了多轮的测试。我们今天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辆车。首先，全新 AMG GT Black Series 相比上一代采用全新平台打造，也就是现在 C192 平台下的车辆。这个平台下目前有的车辆就是 GT63 系列，就是 AMG 旗下的双门高性能跑车，而且这个平台下是可以融入混动系统的。而 GT Black Series 官方代号是 X192， 那它肯定有些变化。首先，动力方面，上一代采用的是 M178 引擎，而这一代很大可能是用上还未发布的 M178 Evo， 将压榨这台发动机的极限性能。我们从测试上也可以看出些端倪。首先，在引擎盖上有很多蜂窝状的开口，目的就是给这台发动机散热。同时，排气管的位置相比上一代也有变化。上一代是传统的尾部排气，而这一代是将四出排气移到了车身两侧，和我之前介绍的 Viper ACR 很像。目的就是减少排气背压，也就是排气管太长不利于废气排出，会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所以这台发动机肯定性能更强。同时，这台车也不会有混动的可能，在溜背测试，无论纯电还是混动，都会在车身尾部贴上黄色贴纸或触电危险的警告标识。而全新 GT Black Series 明显这些都没有。同时，如果是混动，那车重自然就不好把握了，所以为了轻量化还得内燃机，那 M178 Evo 将依然是 4.0 升，预计马力将超过750匹。接着我们来看细节上有哪些变化。首先，轮毂这次采用的是和保时捷一样的中央锁止轮毂，相比上一代的5螺丝轮毂有诸多优势。首先，质量更轻，同时方便拆卸，因为是中间一颗大螺丝，所以节省空间，能放下更大尺寸的刹车盘。我们也可以看见新车的刹车盘非常巨大，侧门玻璃我们看见用的是赛车上常见的亚克力材料，同时开了一个小窗，所以车门其实是没有升降功能的，那又大大提升了轻量化。同时，在前轮后方我们可以看见比上一代更大的通风口，这些通风口主要的功能就是释放风压和降低升力，当然也可以说它们有助于散热。同时，在尾部我们依然能看见蜂窝状的散热设计，看得出来全新 GT Black Series 真的是完全为了性能而设计。最后我们来看空气动力学，可以说是完全重新打造的空力。这次提升有4大亮点，首先就是前唇，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前分流器，同时两侧的风刀也从前代的1片变成2片，而前代的气坝有没有保留，这个我们就看不出来了。第二大亮点就是引擎盖上才有蜂窝状的开口散热和翼子板上的百叶窗设计，相比上一代在翼子板上直接开口的百叶窗，而新款则是主动开合的，直接从 MG1 下放的设计，这一下就变成主动空气套件了。第三就是巨大的天鹅警示尾翼，我们可以看见是有 DRS 功能的。上一代尾翼是低于车身高度的，而这一代明显可以看见尾翼高于车顶，是不是很像 GT3 RS 的那个巨大尾翼？最后的亮点就是全新的扩散器，相比上一代完全重新打造，因为排气管挪了位置，所以新款扩散器也方便布置。而且你看这个开口，从视觉上来看，甚至比梅奔的 GT3 赛车还要大不少。那我们可以预计这一代下一力相比上一代是指数级提升。新款 AMG GT Black Series 有种 GT3 RS 满态翻上 V8 引擎的感觉。关于溜背圈速，现款 GT Black Series 其实是处于不利的位置的，它的溜背成绩是6分48秒047，比 GT3 RS 快，比满态的 GT3 RS 和 GT2 RS 都要慢不少，并且 GT3 RS 只比它慢 1.3秒。大家知道新款 GT3 RS 将换上涡轮增压引擎，预计溜背圈速将提升不少，所以 GT Black Series 如果不做大的升级的话，它甚至很难赢下比自己便宜1/3的新款 GT3 RS， 更不用说未来的 GT3 RS 满态和下一代的 GT2 RS， 所以巨大的升级是GT Black Series 一定要做的事情。